你问我来柬埔寨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只是为了来看一看眼前这来自于1000年之前的守望。吴哥窟，一座让人费解的神王之城，究竟是怎样的神秘力量支撑着这座巨大城市屹立1000年而不倒？如此强大的人类文明，又是如何走向衰败呢？我们现在呢是在柬埔寨的暹粒，今天呢我们就要出发去世界8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。吴哥窟呢它分为小圈、大圈和外圈。今天呢我们要去的是小圈。小圈和外圈呢可以选择嘟嘟车和摩托车或者是汽车都可以，但是摩托车和嘟嘟车是比较方便的。我们今天呢是包了一辆嘟嘟车，价格呢是大概107块人民币。然后除了有嘟嘟车的这个包车服务之外呢，我们还增加了一个语音导览，就相当于给我们省了一个导游的钱。我们吃完早点就要出发喽。Hello， 这个司机老早就在那等上了。Okay. Where are you from? China. So you have the ticket in Angkor Wat? Angkor Wat pass? No. Okay. We buy there. Yeah. 出发。大熊哥，进来。大熊哥今天连头都没洗，洗澡了。早晨的空气好好。我们现在要去买吴哥窟的门票，它这个门票哈很有意思，只能到现场买，然后用现金。哦，那个现在也可以支付宝什么都可以，反正是只能到那个。Hello. How many days? 1 day or 3 days? 3 day. 拉到吗？我们准备买一个3天的门票，它分1天、3天和7天。因为它这个很大很大，3天的话大概就是这个走马观花式的吧，都看一看。已经买好票了。这个吴哥窟呢，它一共呢是分3种票，一种呢是1天票，一种呢是3天票，一种呢是7天票。1天票买的人比较少一点，3天和7天票买的人比较多一点。然后这个3天和7天的价格呢，分别是62刀和72刀。然后我们买的是3天的票。这该说不说，这绝对是吴哥窟，绝对是柬埔寨的这个经济支柱型产业哈。那没有吴哥窟，没有人来柬埔寨对，旅游来啊。而且这票还是斯拉夫语，你又要买票对吧？你这就2个人的票，这就小900块钱出去了，然后再租一个嘟嘟车，落地先消费才1000块钱。还有签证哪里知道的啊？还是你会玩土寨子。然后这个票呢，它是就是比如说你买3天或者是7天的，然后它是有一个区间的，这几天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，然后你是可以随便来的，就是1天之内的任何时段，或者是这个中间的任何7天、任何3天都可以，不用3天连着来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这个人性化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小吴哥，咱就是说，作为一个旅行博主，你说你没来过吴哥窟是吧？你还叫什么旅行博主？它主要是在这个孤独星球上面，100个想去的旅行目的地排第1名，我操！人生必去的100个地方的第1名，朋友们，你就说你能不来？你来，你路过都路过了，你能不来？就是有点肉坑这个钱，这个门票。
我们现在呢就在小吴哥的入口，这个大桥两边呢就是它当时的护城河，有点霸气哈。一直这水好像说是不干枯。哦，为什么说这个吴哥王朝是特别厉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明哈？12世纪的时候，在过去哈，这个吴哥王朝最鼎盛的时期，它涵盖了有多少的版图呢？泰国，包括越南，还有包括老挝，甚至还有缅甸的部分版图，都是属于当时的吴哥王朝。直到后来14世纪的这个暹罗入侵，也就是现在的泰国清迈，然后这个王朝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。直到19世纪的中期呢，才被法国的探险家重新发现，从而面向世界。哦，应该想象这是一个没有地基的房子，墙壁上的壁画。这刚刚看到的仅仅是它的外墙哈，里面才是真正的吴哥寺。这个呢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座神庙，这楼梯特别陡哈。这个为什么这么陡呢？这个就是故意要做成这么陡，就是要这个僧人连手带脚的爬上去，手脚并用的爬上去。如果你从这上面掉下来的话，就验证你不是虔诚的信徒，就会有所惩罚。国王在这里头住啊？国王不在，这个里面放的是那个印度神嘛，毗湿奴。性感的仙女壁画，身材老好了，很难相信哈，这么一大片的遗迹竟然就被人们遗忘了几百年，都没有发现。其实应该是看这里的话，还没有太大的这种遗迹的感觉，因为这里已经被修复的七七八八了。然后在外圈的地方和在这个大圈的地方呢，就能看到它为什么被隐藏了几百年。因为当时整个这个遗迹全部就隐藏在这个热带雨林当中，就是所有的这些树啊、植物啊，就把这里掩盖起来了。真的想象不到这个法国探险家发现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。因为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碑，然后就发现了一整片的寺庙。这个导览说这里是整个吴哥寺里面最神圣的地方，我们要爬上去看看。这个楼梯啊，最起码有75度，下面就是它原本的这个楼梯，就是需要人们手脚并用爬上去的。这能想象，当时摔下来的人应该被受惩罚的人也不少，太陡了这个楼梯。我都恐高了。这就是这个吴哥寺里面最神圣的地方。这个柱子啊，最起码这个建筑有上千年。你看这个柱子上，这是什么？韩语、英语。中国好强。哎，强烈谴责。不用谴责，大家素质都一样。它上面这种房梁都有断裂的痕迹。
感觉快要掉下来了，还是已经修复好的。你看，这边也是。这个佛祖头上的7头那嘎斯少了一个，变成了6头。像这种毁坏的比较多的，就已经没有房顶了。想象一下，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当初的影像资料，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史书里面有记载，这些宫殿呢，曾经在鼎盛的时候金碧辉煌，满屋的雕龙画柱哈。其实最早的吴哥窟呢，是为了供奉毗湿奴的神像而建造的。在12世纪的时候，是由苏里耶拔摩2世举全国之力，花费了35年的时间建造而成的。后来呢，到了舍耶拔摩7世继位的时候呢，他当时呢就认为这些华丽的宫殿啊，精美的寺庙啊，都不如建医院来的实在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到舍耶拔摩7世呢，又开始信奉了大慈大悲的这个佛教文化。当时呢，舍耶拔摩7世在全国建造了100多家的医院，所以到现在呢，舍耶拔摩7世呢也是柬埔寨人民特别崇尚的一位帝王。再到后来呢，就是到了舍耶拔摩8世，然后就掀起了一阵灭佛运动，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佛像它是残缺的，是没有头的。这个就是著名的如海搅拌，这边是善神修罗，这边是阿修罗，中间是毗湿奴。我们刚听了这个故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就是传说这个古代天神，这个有一个长生不老药吧，类似于，但是需要呢众神的这个一起合力，才能创造出来这个长生不老药。善神和阿修罗，然后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甘露创造出来之后，上面就是甘露飞溅出来的仙女。本来说好的呢，大家一人一半，对吧？修罗一半，然后阿修罗一半。结果出来之后呢，然后毗湿奴就反悔了，就不想给阿修罗了。结果这场战争呢，就是从这儿开始，他们两方然后就打起来了。这边的壁画就讲到全部都是这个邪恶的阿修罗和毗湿奴大战，最后8头的黑天被砍下，就剩下2头了。看张牙舞爪的黑天。因为这些壁画虽然现在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他们每一个神态，都很有意思。哦，这个墙有一大片的红色，是不是有可能以前这个宫殿就全部都是这种颜色，然后现在掉色成了这样？看这边还有彩色，这个地方貌似回音壁的那种功能。在这里敲，声音特别大，听。感觉墙壁都在震动。这个就是毗湿奴的元神画像，8只手的毗湿奴。这虔诚的人们。哎，不行了，太热了，我们要赶紧去下一个地方了。我们光一个小吴哥就逛了2个多小时，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，我们还有3个地方还是4个地方，我们要天黑之前逛完这个小圈。